宝哥也不是个好相遇的人，你放我上不上套不一定。如果放的话 ，A 要打他中路，反正有沈梦溪可以接。如果是有沈梦溪的情况下，可以去接这个盾山，拿盾山沈梦溪，然后配一手曹操，他都不一定接，我觉得。反正你也用过。阿里想要让 WE 半空，空空而半，那盾山出来，看 AG 怎么说，接不接这招 ？WE 的太乙虽然相加，其实我们知道很厉害，很强。是的，刚开始这个赛季的时候，他们靠这套阵容吃了不少分，故乡就在，一共出了3次，3把全都赢了。苏烈盾山出来不接，而且这把 AG 有沈梦溪，哥呀，那看样子戈亚加少思源了。戈亚加少思源3楼来手大司命，没问题。思源堂向来业绩第一。习惯了。接下来看 AG 要不要盾山加司空阵。盾山司空阵直接打这个戈亚少思源，苏烈去哦，对，忘了，我想的武将苏烈对抗路，一下子看到戈亚少思源，没事，其实我感觉这个苏烈其实有一段时间他的做法一直是有点想把这个英雄往对抗路上走，他的风格也像。那他这把苏烈游走加上一个沈梦溪，然后把打野放后面，可以出个野合。3楼啊，为止戈之原坦出来的话 ，AG 的野合已经可以考虑拿娜可露露了。2轮班位，2轮班位 W 娜可露露总要搬吧？是的，应该不能给了。哪吒也是要搬的，这种突后排的，那如果他考虑这个点，进和飞也要搬。我说实话，打野搬不完，只能择优搬了。冉翔这把怎么着都能拿到好用的野合。橘子也被搬。曹操搬掉了。现在被中路上挺难对的，没火舞了，海月也没了，要不然就嫦娥。那嫦娥打苏烈这套阵容不是很好打。夏洛特先出，夏洛特的话，AG 就是司空阵对夏洛特，是的，然后还能团战切一手戈亚，还行，这把司空阵很好打。W 还没有那种能盯司空阵的英雄啊，中路上选不出什么能盯司空阵的了。要不然来手西施，但其实打 AG 这个有沈梦溪的阵容也不好打，手短。无奈身无大司命，哇，大司命再来一手，当无情。这是想让 WE 就是中路上出了一个打大司命，但是又打不了其他人的英雄。那就顺着来了。安琪拉能打大司命，安琪拉加少思源很强。这个中野辅的话前期很强，但也挺拼的。这个阵容前期起不了节奏，没了。就之前在 WE 的红色方选位上，他们5楼的这个红色方5楼的 counter 位很有意思啊，打野位占到的比例是54.5%，对抗路是27.3%，就基本上在这2个位置上占掉一大截。这把情况不太一样，这把中路是最后出的，对，然后4楼位是亮的对抗路。W 这个阵容，少思源加安琪拉，他在前期大概反正就是前3分钟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去控制住河道，这局就会变得很难打。AG 他毕竟是个双前排的阵容，他大司命加苏烈这种发育到中期能够扛住一波伤害，一个前排能扛住一波伤害就够了。然后吃叉和司空阵进场的时候，在 W 一波技能交完进场，那后排你解决不了，根本扛不住。对，就是你这个一个司空阵其实就够戈亚受的了，都不谈还有个吃叉，这2个人一旦一起摸到后排的话，基本上拦不了。所以对于西安 W， 我觉得第一波技能释放的这个质量要求非常高。像什么少思源跟安琪拉到2级之后，在河道站着，
去到哪打到哪，看到人就直接抽一套状态。对明仔要求蛮高，他上把的火舞的存在感其实是有点低的。这把拿到安琪拉，他应该挺自信的。安琪拉这个英雄100%胜率，用了2次全赢了。确实像黄昭提到那个点，容错率没有那么高。你前期出不了节奏，就等着中后期团战的时候，吃叉和司空震进场怎么把自己家后排融掉吧。夏洛特保是保不了的。夏洛特这里我切谁？好像没什么可去切的点。夏洛特这套阵容里就只能打收割了，对的，等后手进去，做好第一步，控住河道，见人打人，然后想着去压边路就行。这个前中期控住河道见人打人这个事情，和 WE 最近做的就不是在一个方向上。现在 WE 现在前中期他控制局势的能力其实真的一般，不是他擅长的。看看双方第2局比赛，蓝色方成都一常会，红色方西安 WE， 比分1比0。全军出击！朗诵大开！好，大司命漏了，大司命漏了，袁坦就可以直接去开野，3号开，然后过中路后线。哦，这位置打到一个少苏源。哎，哎呦，这波这手抖了吧？这是想贴一下，贴的成本很高啊！被迫交个闪现，很伤。对，这是强迫症犯了。安琪拉技能很准，启程。但是大帅也没在虚，控制位置。啊，先把兵线送过去，把人，哎呦，直接一绑一顶一剑，靠苏雷状态打了安琪拉的状态，而且把安琪拉的闪还打出来了。这就是少思源那个闪现交的太伤了，也不怕你。如果说少思源当时没有再飞上去那一下，自己这个闪现就可以留着，等到安琪拉下一波2E技能好的时候，主动上去闪现定，然后配合安琪拉打 combo。但那都是如果。对。现在的情况就是前面说到的，少思源跟安琪拉要出一些画面的情况下，2个人的闪现全部在 CD， 同时还不是同步的。可能要出不了我们聊的那个画面了，没办法把少思源、安琪拉的前期河道战斗力给他发挥出来。慢了，但你闪现2分钟一次 CD，2分钟的时间里，大司命的经济增长可不会停。肉到大司命，这把他是肯定要做肉的，他是要顶一套的，对，顶一波技能。然后苏烈在边上续大，准备反打。模拟可以早点搞。看大帅这位置很刁钻，2段踢了一脚，那另一边的队友已经跟上了，直接回顶，这就是上一波的铺垫啊。没闪现，是的，躲不掉。而且大帅也很细节，躲了安琪拉2技能，就是发现有人也没用。是继续。这又有一种感觉不太对劲的味道。是这样的，如果少思源和安琪拉出不了节奏，那局面就会被 AG 一直压着，就会被 AG 这么压着，就压到大司命压到丢龙丢塔，然后平推。尤其是等到 WE 中塔掉了之后，你河道的这个龙团都接不了了，你只要出来接，被司空震和吃叉一绕就打不住。右开。顶回来，想杀有点难，因为袁坦这阶段还是很肉的。是的，而且有少思源在后面，还能抢救一手。双边全裂，中路也裂，难打。看前面下路这波绑顶，小鱼一剑配合大帅2闪，跟得非常快啊。然后因为安琪拉没闪现，这波大帅又策划了一波一个2技能顶一下。然后配合队友接上伤害，这其实也没什么，就是知道你没闪现，我对比你多想了一步，就是个下路的对抗上的连续剧了。是的，
我比你多想一步，我占了个位置，你知道我在，你也没有办法。是的，这波的话，大帅是没闪的，大帅没闪，这个视野不太好站。W 是直接把这个暴君给 rush 了，然后想回野区防守一波红区。这个位置有点守株待兔的味道。围点打圆，侧面过来的两个人没反应过来，直接被融掉了。哇，这完全是被拿捏的。但另一边的话，原坦这边还是比较能顶的，大司命顶一波，苏烈有被动站起来，旁边的小鱼也进场跟点输出，再接一下冉翔，完成斩杀。被拿捏的死死的呀，这样再跟上去又捆了一手，但还好自己能够极限逃脱。这波点探草丛了，感觉完全没想到，就是大家的，还是那个问题，你在4层，他在6层，你怎么办？他就是比你想的多一点，你可能比他想的简单了。28比0，哎，有时候零人看好的时候会不一样，但不多。对。但这样的事情这个赛季在 WE 身上发生过。只能说是的。但是真的当28比0的情况下，虽然有对队伍印象的分数在，但也足够证明我们所有的这个2路的赛事主播们对于双方阵容的看法。他们还是觉得 AG 这个阵容好打得多，或者容错率更高。大司命已经黄盾了，他黄盾之后再来一个魔女斗篷，就很难死了。对，非常难死。巴埃罗，就虽然我觉得刚那波是一个很经典的围点打圆，但是还是轻松的有些超乎想象，像第一局一样，就我走到哪，对哪里就来波节奏，就融了。哦，苏烈过来了，要试着留人。双方打野都有惩击，冉翔拿了回来，没被反掉，给了个发野进攻的信号，但没找到机会。但发 A 路的线已经被 AG 处理好了。AG 的线永远是快一步的，双边太有优势了。哎，这种情况也不好动手，视野都是黑的呀，只能让子怡去探，谈何康不可言呢？哎，苏烈这位置还不错，看大帅调了一下角度，应该是被侧面发现了。主要这波要进红，要深入一点。中路碰了一下，红 buff 是被拿了回去，但这个位置能不能继续往下接，要看一下。两边对抗路是缠缠绵绵，边打边往里走，进到了野区里。这一下又是把少苏元山给带死啊，很危险，逼了个闪现出来。双方游走位闪现互换，安琪拉大招清线，顶不住伤害。哦，虽然少苏元跟大司命是个组合，但是这一下还是挺危险。那个往生符跟过来那一下太吓人了。还好原坦经济现在还兜得住底，等到原坦啥时候兜不住了就难打了，快兜不住了感觉。因为冉翔这边马上魔康也出来了，小鱼有末世了，很痛。哦，有协防跟下来，原地反打，回两个送到脸上，落地就接，赏心悦目，2连击破。再往里跟一步，小鱼还在追着打，不一箭射出去非常痛。回头的技能再一个反绑，跟队友再来一波 combo。原坦在这个位置虽然他能顶得住，但他没有腿啊，这个英雄崩了呀！差一丝血的安琪拉，不然就是一波团灭。而且这波兵线都压上来了，保底掉3座塔的。哇，这是最近 AG 的比赛里，我觉得目前这2局是看起来，哎，要单杀。单杀，哎，没了，烫死了，烫死了。下2野薇，吃叉就是这样，吃叉打到 W 这个阵容是真的好打。你但凡前期没压住他，就是这个画面，没有人能限制他。而能不能压住吃叉，就得看少思源和安琪拉前期有没有画面，有没有节奏。小鱼现在已经处于那种我进到团战里，右手按死，左手乱拖就结束战斗。是的，小鱼只要这个团。就5v5碰撞的那种团，他不是打先手的，他只要等一波，他只要等一波，等大帅和冉翔谁上去扛一下，扛一波，小鱼就可以进场了。对，闭着眼输出。反个蓝走，又是一个5000的经济优势，真难打呀！这只在9分钟啊。我们来看一下，
就夏洛特极尽所能，没地方走，因为苏烈绕后了想尽办，法然后离队友靠一下，想反打，但是结果被大帅操作。送到了轩辕的脸上，轩辕一落地，脸贴脸一个残血，顺手收下，接2连击破小鱼，继续追着打。2技能射一个 A 技能捆一个，然后另外2个人中野一路从河道追到中路，追死了昭绝，无处可逃啊！闪现给2-2撞一下，司空震做了冰霜冲击，好像又有点看不到翻盘点，很难。对。因为这个阵容我们前面聊了，它不是个真的打 OG 的阵容。翻盘点就只能看 WE 的 combo 能不能是的见一个秒一个，见一个秒一个，然后不断的打 AG 减员，打掉点。那首先站在正面的冉翔跟大帅你就秒不掉。对，而且 AG 他不会想着去压高地，在这个时候他肯定是要控龙的，巴不得利用河道资源逼着 WE 出来打。是的。然后像昭绝这个点，他是个戈亚，虽然说这个新人我们都寄予他非常大的厚望，天赋也确实不错，但是面对对面这个阵容，一个吃叉一个司空震，你戈亚到底要怎么飞才能 C 起来？没有输出环境，这2个人太严厉了，真的。大司命也是个冰霜冲击，哇，3个冰霜冲击，冷酷的很，冰霜冲击加抵抗之靴，控不住。专门用来防你 combo。是的。这个韧性拉这么满哎，WE 靠的就是打连招，是的，连不起来了。双龙就位 ，buff 吃满，3路兵线一控，准备发起总攻。看现在 WE 在高地上如何应对吧。司空震侧面先拉扯一下，中路位置安琪拉技能给了，什么是炸一下，线已经让出来了。还有个跑车没清掉，首先要不了。花一路还有暗影之镜，哎呦，大司命侧面一滑，位置也卡得非常死。想反打的动作，看这个角度很难留人，这炸一下都扛不住。很难留。别看苏烈状态低，他现在还有个被动。对。这2波野区再一扫，经济差拉到多少？奔着1万去了。现在是一个7000的经济差，拉多少取决于比赛能到多少分钟。就这波 ，AG 要试着打一波了。是的。上高其实也要不了，形同虚设。中下直接要给水晶压力，直接接了个雷，差点直接炸死啊！射手位兵线进来了，直接拍苏烈卡在墙角，另一边双切位直接往里一走 ，LE 拉满，大司命再一卡位置，直接拆水晶，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跟第一局有点像，是的，就是那种顺其自然，走到哪节奏就是开到哪个节奏。